第17章 A69 房间，凌月脑子里还想着刚才撞破江燕离的一幕，心里莫名说不清的情绪，还没想通就被齐四野拉进了房间。看着几乎被他喜欢的桔梗花塞满的房间，凌月震惊瞪大眼，忍不住问：你把整个 A 市桔梗都买来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求婚呢。齐四野摇摇头，要是求婚，怎么可能这么简陋？齐四野举起一束桔梗，郑重说：凌月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。凌月心一跳，你说。齐四野再三斟酌坚定道：我想和你说，我不是 gay， 我喜欢的是女人。凌月松口气，吓死了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表白呢，宣布自己不是 gay， 那也不用这么隆重啊。齐四野闻言，男人一狠心，一咬牙，破釜沉舟道：我就是要跟你告白。凌月，我喜欢你，一直很喜欢，我想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交往？凌月刚松口气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她现在想发条帖子，青梅竹马的 gay 闺蜜突然告白怎么办？有点急在线等，你我们，我去趟厕所。凌月手里捏着花夺门而出，完全没看到 A66 门口朝她投射而来的一道目光，更没想到她刚过拐角就被色眯眯的醉汉拦了路。妹妹，一个人多没意思，今晚陪陪哥哥。这么高级的会所怎么安保这么差劲？凌月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她剧本里都不写这么俗套的剧情了，下一秒不会还有更俗套的英雄救美吧？醉汉见凌月不吱声，还以为是他害怕，嘿嘿，猥琐笑着就要对凌月动手动脚。看着伸来的咸猪手，凌月丝毫不惧，反手攥住醉汉腕骨，狠狠抬脚朝男人当下踢去。啊！醉汉痛呼一声，踉跄着武当单膝跪地。凌月借力翻身，跨过后背，从后曲肘狠砸着醉汉后颈，按着醉汉的头就踩在脚下。惹到我，你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凌月得意，拍灰尘一样拍了拍手掌。背后传来脚步声时，醉汉已经瘫在地上晕死过去。凌月有所察觉，耳朵微动，快速回身出拳，却被人轻松钳制住手腕。是我看到来人。凌月这才收了力，不好意思江先生，我以为是他同伙。江燕离也收了手，指尖下意识摩挲着残留的温热触感。他刚本想出手，但凌月没给他这个机会。不愧是他师尊，这么瘦小的身体，就算没有灵力，也还是那么迅敏有劲儿。他差点拦不下他那一拳。江燕离打量着凌月，走廊头下的灯光洒落在凌月巴掌大的小脸上，白皙皮肤因为刚才的动作而泛着红粉，像极了他手里攥着的桔梗，娇艳欲滴。而那双波光潋滟的水眸正一瞬不瞬看着他。江燕离被盯得咽了口水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黑带9段，一般没人进得了我的身。说完，凌月就转身离开。江燕离刚要追上去，就见少轩一脸戏谑的从拐角出来。江燕离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眼睛都要跟着人家跑了。少轩啧啧2声，踢了脚倒地的醉汉。英雄救美啊！江燕离看着凌月背影消失在拐角，冷冷迈过醉汉，报警把他送进去。少轩应了一声，哥们，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在意谁，我可得好好查查这女孩。江燕离懒得听下去，刚走2步，就见凌月突然去而复返回来。第18章，凌月原本要走，结果刚出拐角就看见齐四野去厕所方向找他，要是发现他不在，肯定知道他要跑。让人无语的是，君豪这高档场所压根打不来出租车，想起还要面对刚才的头疼事，凌月干脆回来叫住要走的江燕离。我想问下，江先生刚才说送我的话还作数吗？这里好像打不到车。江燕离凝着凌月，琥珀色瞳孔渐深，晕着捉摸不透的情绪。走吧，短短2字。徒留身后单眼皮彻底瞪成双眼皮的少轩，看人跟看狗一样的江燕离，怎么在凌月面前跟狗一样？上车后，凌月率先打破沉默。刚刚我走错包间，打扰到你们，不好意思啊。闻言，江燕离想起凌月进门时朝他看来的神情，不由有些烦躁。他解释道，没有打扰，那是助理想。凌月有些莫名其妙地打断，江先生，
我们又不熟，这是您的私生活，您不用跟我解释的。江燕离一顿，顿时哑言。可沉默半天后，凌月还是听到一句：是那个助理心思不纯，我已经把他开了。凌月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保持沉默，一路无言。他随手在车里开了张照片，让江燕离将自己送回公司，这才敢给齐四野发消息。公司突然要紧急加班，甚至急得派人来接我了。我推脱不掉，只能先走一步。齐四野满头黑线，就你那不值钱的小公司，还有开迈巴赫的，你上哪个野男人的车了？下一秒，无数夺命连环靠。凌月，他又没拍车标，怎么认出来是迈巴赫的？真吓人！关机了。次日一早，凌月回家拿了行李箱就直奔机场，却没想到齐四野早早就在机场等着守株待兔。凌月，我等你回来给我答复。两人仿佛在上演蓝色生死恋一般。齐四野一脸弃夫表情，引得周围人纷纷驻足，还有人以为齐四野在表白，一个劲儿的起哄，在一起，答应他，在一起，答应他。凌月尴尬的脚趾扣地，简直快要扣出3室一厅来。要不你先松开我，我又跑不了。齐四野才不，昨晚你不就跑了？凌月无语，在一起啥呀？他已经连夜跟齐爸齐妈发解除婚约的消息了，可要是现在就跟齐四野说，他敢肯定这小子要么现买票跟着他进山，要么拿绳子把他捆回去现领证结婚。正想着怎么脱身，下一秒凌月就见将自己裹的亲妈都不认识的江燕离一边朝他走来，一边揭下口罩，瞬间那张脸就吸引走了一大批群众火力。是江燕离，竟然是江燕离！天呐！江燕离不动声色扫过齐四野握着凌月的那双手，冷冷说，麻烦不要在这里挡路，编剧老师该登机了，麻烦不要因为自己的私事耽误所有人的进程。齐四野这才松手朝江燕离看去。凌月知道江燕离是在为自己解围，忙头去赶机，敷衍了齐四野2句。进了安检，齐四野和江燕离四目相对着，两人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，敌意以及对凌月非同寻常的情愫。第19章，经纪人帮忙挡掉粉丝后，江燕离走 VIP 通道登了机。凌月已经在走廊拿瓶水等半天了，看见江燕离，他忙上前几步，殷勤地将水递过去，道了声谢。经纪人刚上机，就见江燕离盯着那瓶他从来不会碰的廉价水，蹙眉伸手接了过来撕。江燕离喝了一口，状似不经意问，他就是你昨晚要躲的人？凌月没想到他竟然猜到了，还猜得这么准，但他并没打算详说，只是不自然地咳了2声，看着江燕离嫌弃的表情，转移起话题，要不我再换瓶水。一个最怕麻烦的艺人，居然为了救他，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他也觉得一瓶水道谢有点太没诚意，但在飞机上，手头确实没有更好的道谢方式了。江燕离淡淡说，不用了，那算我欠你的，等落地我请你。凌月吃饭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江燕离打断，既然算欠我的，那现在有个机会让你还，在剧组这些日子顺便做我生活助理，昨晚那人已经开了，正好没找到合适的，他怎么有种赔本买卖的感觉？江燕离像是一眼看透凌月心理，补充说，放心，生活助理工资每周3万和奖金会按时打你卡上，我吃不惯盒饭和外卖，所以需要你在剧组期间给我做饭收拾屋子。凌月能屈能伸，好的老板，一周3万，一个月那就是12万啊，加上奖金，不敢想，以后他就是江燕离站姐，江燕离就是他的命，苍蝇都别想在他面前区江燕离一句，他说的耶稣来也不好使。江燕离唇角微微勾起，那你在这坐下，下机后跟我一起走就行。说完就将人拉到自己位置旁坐下。凌月觉得好运来得莫名其妙，又有点不好意思。公司给报的是经济舱，江燕离手机一边打字，一边抬头看他，升舱前我出了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，谢谢江先生了。闻言，江燕离将消息发出，抬头看着略带兴奋的凌月，低沉嗓音裹着一丝哑意，不用谢。说完，他手轻轻一划，将对话框的消息发出。
另一头邵轩刚面试完30轮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吃苦受罪，忍受江燕离洁癖的生活助理，就看见江燕离发来的消息，不用让生活助理过来了，我自己找到了。邵轩咬牙，有一句脏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此次拍戏为古装仙侠剧，拍摄地在大山里，因为是风景名胜，所以除了交通不便，其他生活设施还挺完善。江燕离身为影帝男1号，待遇自然是最好的。已经答应兼职生活助理的凌月，待遇自然也水涨船高，直接住进了江燕离2层小别墅里。凌月一路都在美滋滋地想每周3万的工资要怎么花，直到江燕离的经纪人给他送来一份堪比剧本后的生活助理，注意须知，他随手翻了翻，乐到太阳穴的嘴角瞬间一落千丈。第20章，比江燕离早起要做饭，他可以理解，凭什么要比他晚睡？早上还必须空腹一杯巴拿马龟下咖啡，配手做无边吐司三明治。这大山里巴拿什么马呢？这荒山野岭连巴拿那都没有啊！除了这些，还标出了一系列扣款条例，吃饭晚导致迟到扣20%薪资，合着江燕离起得晚吃饭慢迟到了，还得扣他钱，那他还得给江燕离当闹钟。江燕离吃胖吃瘦了，还是扣20%薪资，所以他做的既不能好吃又不能难吃，既要保证营养，还不能让江燕离嘴馋。凌月突然觉得这3万块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，能不能毁约啊干？看着已经签好字的合同，以及合同下方违约10倍赔偿的字体，凌月悔恨无极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当晚因为有剧组开机聚餐，全剧组都要留下，所以凌月短暂躲过一劫。想想白赚了1天的工资，凌月又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不过那每天早上1杯的进口咖啡，让他上哪儿找平替去啊？经纪人说早在他们到之前，咖啡就该到了的，但转运出现问题，到现在一时半会也到不了，只能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崭新的一天，从丢掉20%的工资开始。不管了，既然钱都扣了，那江燕离就别挑了，他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好了。于是江燕离一早锻炼回来，习惯性去拿咖啡时，在端起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后，愣住了浓郁番茄汤汁和面分开盛着，筷子整齐摆放在一边。天天早上1杯咖啡的江燕离眸子深了深，随即收回视线，径直进了浴室洗澡。江燕离换好衣服，临出门时又转脸看向了餐桌，一大早做好饭就进组。对其剧本颗粒度的凌月忙了一上午，突然得知江燕离因为吃饭晚导致迟到，于是他又被扣了20%工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险些没控制住自己冲进江燕离化妆间，把人提起来杀掉的冲动，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。凌月收工回到别墅，一眼就看见了餐桌上的空碗，一根面条都没给他剩下。他计算的时间可是连江燕离锻炼都算上了，怎么会吃饭迟到？莫不是江燕离故意耍他，以后他亲自敲门叫人起来吃饭？不明所以，正在拍戏的江燕离突然一个喷嚏打乱了节奏。导演，燕离昨晚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感冒了补妆，快来这条重拍。江燕离。次日一早，凌月说干就干，做好饭正准备敲江燕离的门，大门却先被人敲响。打开门发现是剧组混血女2号佳瑶。佳瑶没被邀请，就径直越过凌月走进来，提着盒馄饨趾高气昂地递给凌月，十分不屑地打量着他，你不是编剧吗？还是燕离的生活助理？凌月点点头，佳瑶嗤笑一声，管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燕离，在他身边都给我老实些，别想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我可是他的未婚妻。哦吼，一句话没说。得知娱乐圈大料影帝江燕离的爆料，卖给娱记狗仔的话，这辈子可就发了。第21章，但可惜签了保密协议，他不是不想挣钱，是不想蹲大狱啊。佳瑶朝凌月轻蔑摆摆手，行了，你可以走了，我去叫燕离起床。凌月巴不得立马拿了剧本就出门消失，看着凌月识趣离开，
佳瑶满意的双手环胸，在屋里来回转了转，尤其是凌月住的地方，确定没什么异常，才上楼打开了江燕离的房门。男人背对着房门侧躺着，深色系的房间，一如江燕离这个人冷傲难测。佳瑶踮着脚悄悄靠近，手指微微划过男人好看的轮廓。江燕离身体一僵，猛地握住那双不安分的手。佳瑶吓了一跳，又羞涩喊燕离。闻言江燕离陡然睁眼，眼底早已清明一片，看见是佳瑶，江燕离立马甩开他的手，眉头都紧蹙在一起。怎么是你？佳瑶撇撇嘴，不是我，你想是谁？难不成是楼下那个保姆？江燕离没有反驳，只是将佳瑶赶了出去。刚才在门被推开那一刻，他就醒了，还以为是凌月。落寞从江燕离眼底划过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满和愤怒。凌月就这么不在意他，就这么随意将其他女人放进来，还准许进他房间。房间是多私密的地方，该死，想着想着，江燕离又想起在机场时拉着凌月手的那个男人，心里蹿升起浓浓的醋意。良久后，江燕离拿出手机，以我有个朋友开头，问邵轩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合理合法让那个男的消失。邵轩秒回，卧槽，想不到啊。冷心冷情的影帝江燕离还有春心荡漾的时候，让好兄弟我猜猜，是不是那个叫凌月的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为你铲除情敌。嘟嘟嘟，邵轩6。凌月回别墅后，看见门口放了10好几箱的快递，清一色的巴拿马咖啡。等他把快递一箱箱搬进屋，才发现一贯和他错开时间线的江燕离竟然在家。见他回来，江燕离才一副等了很久不耐烦的样子，起身，以后这个家只有我跟你能进来，懂吗？凌月一怔，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奇怪，不过江燕离既然在家，那高抬贵手把快递拿进来又能费多少时间啊？干见凌月不语，江燕离这才察觉话说的有点暧昧了，以为他误解，兀自暴躁的找不起来。总而言之，以后再放无关紧要的人进门，你的工资就扣光。凌月早就早上那个架势，他拦得住吗？再说了，别人非得闯门，凭什么扣他工资啊？未婚妻都算无关紧要的人，那他岂不是更应该被扔出去？可唯唯诺诺的打工人凌月只会保持微笑说好的。江燕离这才满意，又看向那10几箱咖啡，以后早上不用泡咖啡，还按你做的来。凌月笑意一僵，那我累成这样搬进来算什么？江燕离，算你力气大。下午，凌月和江燕离一起去了剧组。凌月头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无理取闹，无事生非，无中生有，无语凝噎。第22章，江燕离一句5个字的台词，整整浪费了他3个小时来改剧本。少年究竟要闹哪样啊？咱们不是一直合作的很愉快吗？虽然，但是也不得不说，被江燕离改过后，确实更符合了人物设定。凌月这才骂骂咧咧地改了稿子。导演一个打板开拍 ，Action！ 万箭穿心过骨风，少年口吐鲜血，脆弱倒地，卑微朝女主角看去，师尊。凌月站在女主角方向，正好对上江燕离的眼睛。嗡，刹那间，一段相似记忆快速闪过。原来你从收我为徒时就心思不纯，还故意将师徒气节成道侣气。从拜师那一刻，你对我就只有算计。脑海中，记忆里的自己和面前的女主角同时开口，说着同样的话，本作心肠歹毒，最不需要的就是不值钱的真心。画面再度转回，现场的剧情也在继续往下走。他被废掉修为，扔进地牢，饱受折磨，痛不欲生。可偏偏江燕离次次在刑罚过后，拿着最好的灵药将他治好。凌月抬头看清男人眼底复杂的情绪，竟然不是恨，而是不忍和心疼。凌月愣神之际，江燕离已经拍完，朝他走来。男人嘴角鲜血还没擦净，一如记忆闪回那般。凌月吓白了脸，他怎么会想到这些？还是第一视角？难道写剧本写魔怔了？编剧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江燕离看来对自己的表演非常满意，得意的模样简直就是他剧本里意气风发的少年。凌月并无异议，
点点头，脸色又白又红。他莫名又想起了那个做了3年的梦，连带着看江厌离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导演对此很满意，提前收工，拉着剧组去风景区放松。休闲山庄很大，好几个天然瀑布泳池。凌月早向往已久，特意带了泳衣来，可刚换好他的项链，就在取的时候勾住了泳衣后背的拉链，不上不下，让他解又解不开，脱又脱不掉，缠着他的脖子，他都快要窒息了。更衣室都是单独隔间，凌月只能舔着脸向旁边求助：你好，我项链勾住了，可以帮帮我吗？可隔壁没动静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随即一双手附上了他的脖颈，轻松将项链取下。凌月忙转身感谢，却吃了一惊：江特，怎么是你？江厌离目光从鲜白的脖颈划过，眸子深了深，不自觉喉结一动，随即将取下来的项链丢给凌月：这是公共换衣室，又不是你家，规定只能你在这儿。听着江厌离的毒舌，凌月一边道谢，一边在心里将人祖宗问候到18代。看着男人裸着上身秀出来的8块腹肌，凌月压根没心情脑补。腹诽道：又不会游泳，还非得装。江厌离瞬间回头，不可置信看他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游泳？这事儿很少有人知道。凌月也愣住了，是啊，他怎么知道江厌离不会游泳的？但现在更重要的是，他忍不住把腹诽的话吐槽了出来，只能先忙着找不生活助理手册写的呗。江厌离这才略带失望地点头走了。凌月根本不记得助理手册上到底写没写，只顾着心惊胆战。信口湖州见江厌离走了，凌月也忘了想自己为什么会知道江厌离不会水，只特意选了个离江厌离远些的地方玩。头顶是小瀑布，四周是竹林，非常有意境。凌月游了一会儿，刚打算上岸去洗澡，就听到隔壁泳池里传来尖叫：救人啊，快救人，影帝落水了。第23章，凌月忙3步并2步跑过去，就见水里2道人影在打架，眼看已经打到了深水区，两人都开始不受控制地扑腾起来。不过这2个人怎么都那么眼熟啊，一个是江厌离，一个是……凌月看清后不由瞳孔震颤，眼瞪的老大：齐四爷你怎么来了？这俩祖宗可都不会水啊！来不及多想，凌月忙跳下水去救人，剧组也找来了专业的救援人员，跟着凌月一前一后一起下水往深水区游去救人。见此，凌月毫不犹豫，捞起齐四爷就走。下一秒后背瞬间传来炙热注视，好像被水蛇盯上了一般。凌月拖着齐四爷游得更快了，上了岸，他刚帮齐四爷把肺里的水按压出来，一抬头就对上了江厌离的眼，说不清那眼里是震惊还是受伤，凌月看不出来，只觉得被盯得浑身不自在。男人双拳紧握脖子，青筋暴起，让凌月觉得好像下一秒拳头就会挥在自己脸上一样。他扫了江厌离一眼，就慌忙移开视线，陪着救援人员把齐四爷送上救护车，送回城里医院。却没想到刚回山庄，他就被江厌离堵在了墙角。男人怒气腾腾地步步逼近，把手撑在了墙壁上，将他整个人禁锢在双手之间圈了起来，声音冷得像要结冰：为什么不救我？凌月就知道躲不过去，只能如实说：工作人员会救你的，更何况齐四也是我朋友，我肯定要救他。说完，他微微别开了头，想错开这十分暧昧的姿势，却没想到男人手一紧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逼得他不得不抬头直视着他。所以你明知我不会水，还先救他？空间狭小，男人气息稳稳吐在他脸上。凌月人生头一次跟男人这么接近，整个人都要熟透了，红着张脸半天才嗫嚅说：齐四爷也不会水。空气瞬间结冰，江厌离面上肌肉抽了抽，整个人看起来冲动又克制，半天才泄了气般松开他。走，凌月重新得到呼吸，立马照做，心里却不断默哀着：走江厌离，这是让他滚的意思。完了，1周3万的工作要没了，那他已经干了这么多天的助理，还给钱吗？凌月心不在焉，回了别墅，收拾东西到一半，还是觉得不甘心。
打算等江燕离回来把工资的事儿问清楚。结果一等就这么等到了半夜，中间凌月还收到了齐四野的电话，得知他没有大碍，被齐家接回了家才放心。刚挂电话，他就听到门口开门的动静，江燕离脚步不稳地进了门，看见他还在客厅时，脚步微顿了1秒，然后大步朝他走来。凌月刚起身想扶一把，就被男人扑过来一把压在了身下。凌月觉得姿势有些难堪，挣扎着就要起来。江燕离，我有事儿问，可话还没说完，一双燥热的手就快速拨开他脸上的碎发。下一秒，男人低头含住了他的唇。凌月，凛冽又苦涩的冷调木香，在唇齿间炸开时，凌月整个人都麻了。